在熔炉里烧制物品是 Minecraft 里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从最基础的熔炉选择到每一个燃料的燃烧效率。在本视频中将带你了解所有有关熔炼的所有知识。游戏里有3种主要的熔炼工具，分别是熔炉、高炉和烟熏炉。我们都知道怎么制作熔炉，也就是用8个石头围一圈。那么除了原石、深板岩原石和地狱的黑石都能进行合成，它几乎什么都能烧，从矿物、食物到石头，通通都没问题。高炉是熔炉的进阶版，它是一种专门用来烧制矿物的工具。它的制作方法是中间放着熔炉，在合成台底部放3个平滑石头，然后用5个铁钉围绕着熔炉，这样就能制作而成。高炉的烧制速度是普通熔炉的2倍，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它只能烧制矿物、工具、盔甲。换句话说，高炉只需要5秒就能烧制铁矿，而熔炉需要10秒。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无法烧制食物或任何方块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烟熏炉，它就是专门用来烹饪食物的工具。要制作它，首先你需要一个熔炉，然后再用任何类型的原木包着它，就能制作而成。同样的，烟熏炉的烧制速度也是普通熔炉的2倍，但它只能烧制食物，没办法烧制其他物品。当中有一个食物不能在烟熏炉烧制，它就是紫松果。这3种工具烧制出来的物品获得的经验值是相同的。关于物品中的经验值、燃料这些，我都会在视频后面中聊到。除了以上3种熔炉，我们还有引火，它也是一种烹饪食物的工具。引火有分成普通引火和灵魂引火。要制作一个引火，你需要3个原木和3根木棍，底部放3个原木，两旁边和顶部各放1根木棍。如果要制作不同的引火，只需要改变中间的材料。要得到普通引火，只需在中间放1个煤炭，但如果是灵魂引火，就在中间放1个灵魂砂。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燃料也能烧制物品，你只需手持物品对着引火点击右键，就能开始烧制食物。更棒的是，它可以在30秒内同时烹饪4份食物，与熔炉对比，它甚至快了10秒。过了30秒后，食物熟了就会自动弹出来。为了更方便收集，可以在引火下面放1个漏斗，这样食物就会被漏斗给收集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想在引火上方放置漏斗，是不能的哦，你只能手动把食物放进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知道了 Minecraft 中所有烧制物品的方法，那么到底有哪些物品可以烧制呢？首先当然是大家最熟悉的食物，从生牛肉、猪肉、鸡肉、羊肉、兔肉到生鲑鱼、生鳕鱼，这些都可以在熔炉里变成美味的熟食。当然马铃薯也可以变成烤马铃薯。除此之外，海带也能烧制成干海带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应急食物。如果你再找一些特殊的建筑材料，可以试试烧制方块。其实有5种砖块可以被烧裂，除了最常见的石砖、深板岩砖和磨制黑石砖，你还能烧制深板岩瓦，甚至是比较少见的下阶砖。把这些裂纹砖用在你的建筑里，能让你的细节看起来更独特、更有质感。不过熔炉里不只有裂纹砖，它还能直接烧出3种特别的砖。第一个是红砖，你只要把粘土球放进去，就会烧制成红砖。红砖能制作花盆或室温陶罐等等。第二个是下界砖，它是由下界岩烧制而成。下界砖可以用来做成栅栏或红色下界砖块。最后一个比较新就是树脂砖，把树脂团丢进熔炉就能得到树脂砖。它除了能合成树脂砖块，还能当做锻造的原材料。在你挖掘这些方块时，除非你是用精准裁切的镐子挖，不然挖出来的都是一些原石和粘土球。不过别着急，它们也能在熔炉里升级成更实用的版本。原石和深板岩烧一烧就会变成石头，而粘土块放进熔炉里则会烧成陶瓦，之后也能做更多延伸的建材。熔炉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功能，就是把一些方块给平滑化。比如说石头丢进去烧一烧，它就会变成平滑石头。当我把它放出来后，它看起来比别的方块更明显了，外围多了一圈的边框，而且更方便你数格数。再比如砂岩和红砂岩，烧制过后，原本在顶部的花纹就会自动套到四周，让整个方块看起来更加统一。不只是这样，玄武岩烧过以后也会变成平滑玄武岩。另外，石英块也能烧制成平滑石英块。
如果用平滑石英块当做地板的话，你几乎看不到方块之间的缝隙，效果特别的整洁。陶瓦其实不能直接烧，但一旦你对它进行染色，这16种染色的陶瓦就可以放进熔炉里进行烧制，烧制完后就会得到带釉陶瓦。当我把它们放出来后，这些带釉陶瓦的纹理看起来都很复杂，但是如果我把它们以2×2的方式排列，就能拼出不同的图案，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。制作熔炉的重点肯定是烧制矿石，对吧？像粗铜、粗铁、粗金，甚至是远古残骸，烧制出来的都会变成对应的锭或碎片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你挖到的原矿石直接拿去烧，但我不推荐你这样做，因为一个原矿石拿去烧只能得到一个。像是红石或青金石，你直接破坏掉它，掉落的数量就不只是一个了。所以千万别把原矿石拿去烧制，这样很不划算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下界金矿。如果你直接挖起来，只会得到金粒。那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用精准采集膏子挖起的话，再拿去熔炉里烧制，这样就能直接获得1块金锭。这算是一个隐藏的技巧。要想拿到玻璃，肯定少不了砂纸和红砂。把它们放进熔炉里烧之后，就会变成玻璃。不管哪一种烧制出来，都是会变成透明的。这里的红砂并不会让玻璃染成红色，但其实你也可以用染料把玻璃染成你喜欢的颜色。说到染料，其实有2种染料必须通过熔炉来获得。第一种是把仙人掌丢进去烧，烧完之后你就会得到绿色染料。第二种是把海泡菜放进熔炉里，烧制而成的是黄绿色染料。除了常见的烹饪和熔炼，熔炉还有一些特别的用途。首先是从熔炉中获取水。如果你在烧制石海绵，当它快烧干的时候，取出染料，并换上一个空桶。当石海绵完全被烧干后，你的空桶就会被装满水。这是一个可能你没听过的隐藏功能。再来，我们要说说回收利用。熔炉不仅能烧制新物品，还能从你的废弃装备中回收矿物。你可以把铁制工具、盔甲、锁链甲和马铠放进去烧，它们会变成铁粒。如果你有黄金物品，像是黄金剑，也能回收成金粒。虽然一个铁粒或金粒是锭的1/9，产量不高，但总比直接扔掉还要好。如果你想得到大量的莫地竹作为装饰，你需要将紫松果烧制成爆裂紫松果，而爆裂紫松果是制作莫地竹的合成材料。树叶除了用来装饰，你也可以把它放进熔炉里烧，烧制完成后会得到枯叶。最后是烧制木炭。你可以用游戏中任何一种原木来烧制木炭，它的作用和煤炭完全一样，只是它不能用来合成煤炭块。以上就是游戏中所有可以烧制的物品。在烧制物品时，染料的选择非常重要。不同染料在烧制物品的时候数量会差很多，如果你乱用的话会很浪费。效率最高的是岩浆桶，它可以一次烧100个物品。第二名是煤炭块，能烧制80个物品。这2种染料最好是搭配漏斗来使用，不然很容易浪费。再来是海带块，一块能烧20个物品。虽然没有煤炭块厉害，但获取方法非常简单，非常实用。一根烈焰棒也能烧制12个物品。我相信大家最常用的还是煤炭和木炭，一块能烧制8个物品，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船也能当做染料，一个能烧制6个物品。悬挂式告示牌其实也能烧，一个能烧制4个物品。接着你看到的就是可以烧1个半物品的东西，几乎所有木头相关的都算，像木板、栅栏、活板门、工作台、自建台、制图台，或是箱子、木桶、旗帜、阳光探测器、唱片机、音符盒、钓鱼竿、梯子、红树根，这些都能烧。往下看就是效率一般的，比如木质工具、告示牌、竹门，这些都只能烧1个物品。在夹瓦板中，木台阶只能烧0.75个，但在基岩板却能烧1.5个，相当于是效率翻倍。还有一些能烧半个物品的，比如羊毛、树苗、木棍、枯叶、枯草丛或杜鹃花丛。接下来是地毯，你需要3块才能烧制1个物品。最后就是效率最低的竹子和脚手架，需要4个才能烧制1个物品。不过竹子的优势就是无限刷，只要用漏斗往熔炉里面塞，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染料。总之，从岩浆桶到竹子，染料的效率差别非常大。
学会用对软料，就能在你烧制的时候更高效，不浪费资源。烧制物品不仅能得到产物，还能获得经验值。这里要获得经验值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是从熔炉里面取出物品，第二种则是敲掉熔炉。当熔炉中储存了经验值时，直接用镐子敲掉它，也能一次性获得所有储存的经验。所以说，当你使用漏斗来传输烧制完成的物品时，经验值并不会消失，它会储存在熔炉中，直到你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取走。不同物品在烧制后会提供不同的经验值，比如石头、裂纹石头、平滑石头、带釉陶瓦、玻璃、海泡菜、紫松果、树叶、树脂砖以及各种装备和干台带，这些是最常见的烧制物品。每烧制一个只会给你0.1点经验值，也就是说你必须烧10个才能保证获得1点完整的经验值。像是木头烧成木炭，还有石海绵的转换，这些会给你0.15点经验值。如果你烧制粘土球或是陶瓦，每个会给你0.3点经验值或0.3.5经验值。而烹饪任何食物，像是生牛肉、生鸡肉、生鳕鱼等等，都能获得0.35点经验值。另外，烧制粗铜和粗铁，每个也能获得0.7点经验值。而烧制粗金、金矿和下界金矿，每个会给你整整1点的经验值。不只是这样，烧制远古残骸是经验值收益最高的行为，每个远古残骸可以给你2点完整的经验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经验值的获取是以总数计算的。例如，烧制一个木头获得0.1点经验值，也就是10%的几率能获得1点经验值。如果你烧制12个木头，你将保证获得1点经验值，并有20%的几率再获得1点。当然，最后也别忘了，如果你有做自动熔炉，你可以敲掉熔炉来获取之前储存的经验值，或者是在漏斗后面放置红石来控制漏斗。这样只要拉上拉杆，我们就能顺利取出熔炉里的产物，获取大量经验值咯。